Hello， 大家好，我是Andy老师。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是，我收到一封信件。我经营中央级 YouTube 频道将近10年了，这一刻我才知道频道不属于我的。我承认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只顾傻傻拍片经营频道，没有好好去了解。其实我的心情一直处于相当的内耗。我要的只是一件事，查清楚账目的真相。最后，其实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家人。自己省吃俭用，还要负担房租，连买一间房都是奢望。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亲哥哥，帮我补足了孝亲费，也愿意在分手的这段期间借钱给我度过这段日子。我现在只想争取我辛苦赚来的钱就好，因为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不想失去我对人性的信赖。上一期视频，我用专业工具分析了王志安前妻在直播当中曝光王菊疑似家暴的全过程。这个软件很强大，把前妻李听的微表情捕捉并分析得明明白白。很多人强烈表示想要看这个视频，但为了避免激化矛盾，同时呢也给他们时间和空间来处理事情，实现和解，我暂时隐藏了这个表情分析的视频，给大家说明一下，很抱歉。那与师太一样，台湾百万网红 Andy 老师，他同样也是面对镜头描述与前任不堪回首的过往，表达愤怒、痛恨和哀伤等非常伤痛极其负面的情绪。今天呢，我们分析一下同样是声泪俱下的控诉， Andy 他是在通过表演给他的新频道导流吗？他在讲真话吗？他的表情分析结果会表现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那如果前女友通过视频回应了他的指控，我们也会继续跟进，看看到底是哪一方在撒谎。先记得订阅这个频道，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后续内容。今天呢，我们会用专业工具来分析台湾的 YouTuber 安迪老师的微表情。安迪老师呢，因为与前女友的纠纷成为了热点话题。其实这对情侣呢，原本共同经营油管频道重量级超过10年，他们成功打造了拥有230万订阅的媒体品牌，但因为过于相信前女友嘉玲及其一家人，过去几年 Andy 不仅薪资微薄，分手以后还被革除了公司董事的身份，丢掉了频道的管理权，10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安迪老师不得不新开一个频道，从零开始，因为他的遭遇实在是过于惨烈，大家的同情心爆棚，短短24小时订阅数量已经超过170万，成为台湾最快破100万的 YouTuber。 开始之前呢，原本应该介绍一下情绪分析的原理，并做一个基准测试，不过我在之前2个视频当中都做过了，那这里就不再重复。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的频道考古看看1年前分析公子沈、八炯和王志安的视频。不过为了照顾频道的新朋友，我还是简单说2句。表情分析技术呢，是基于 AI 和计算机视觉，精准分析面部肌肉的细微变化，它可以比人的肉眼更敏锐地捕捉到隐藏的情绪。因为这个技术基于心理学的研究，所以能够识别微表情，那也就是那些短暂的、不自觉的、不容易被人察觉到的非常细微的表情。而这些人类无法察觉的微表情，往往能够揭示一个人内心的真实感受，哪怕本人刻意去掩饰，也逃不过机器的法眼。那多项实验证明，表情分析的技术准确性可以达到 85% 到 95%， 比普通人的肉眼的情绪识别能力更稳定、更客观，更能有效减少先入为主的主观偏见。那表情分析捕捉到的面部肌肉变化的信息呢，通常会以几种不同的图表展现出来。第一个是情绪趋势变化折线图，图表中的曲线用不同颜色表示不同的情绪，例如绿色是开心，紫色是伤心，红色是愤怒，橘色是惊讶，天蓝色是害怕，深蓝色是恶心等等。情绪曲线的波动反映情绪的起伏，例如愤怒突然上升，可能表示冲突发生，而悲伤缓慢增加，可能意味着情绪逐渐变得低落。某个时间点情绪的数值越高，说明这个情绪在当时越强烈，
占据主导地位。那这几个真实案例的情绪曲线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负面情绪主导，表示开心的绿色曲线几乎见不到。这是因为当时几位主角都在心情沉痛的道歉。那第二个主要的图表是情绪圆环模型，我们看到主要分为愉悦、不愉悦和活跃、低活跃4个不同的象限。不同的情绪点在圆环中的分布位置能直观显示一个人的情绪。例如高活跃加不愉悦的组合表示的是愤怒，高活跃加愉悦的组合表示的是开心，而低活跃加不愉悦的组合表示的是悲伤，这都挺容易理解的。而数据点的分布分散则代表的是情绪复杂或者剧烈的波动。这里展示的几个真实案例的情绪圆环也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情绪点都位于表示不开心的那个象限，这是符合当时道歉的这几个人的心理和情绪特征的。那接下来我就会把 Andy 老师的这个视频分成前后2个部分，分别来进行表情分析。我们先看一看 Andy 老师的第一个视频。想跟大家讲的是，我收到一封信件。我经营中央级 YouTube 频道将近10年了，这一刻我才知道频道不属于我的，我有权看账目版，集结了我跟嘉宁的创意以及粉丝观众的应援，没想到最后连车子的登记人也不是我的，是谁的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没关系，如果账目都没有问题的话，车子就当我送给你们一家人吧，我送你心甘情愿。其实我的心情一直处于相当的内耗，我要的只是一件事，查清楚账目的真相。最后，其实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家人，自己省吃俭用，还要负担房租，连买一间房都是奢望。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亲哥哥，帮我补足了孝亲费。虽然我开启了自己的频道，开始了有微薄收入，但是我努力那么久，结果连我自己的爸妈都没有养到。情绪曲线图整体显示，安迪老师从开始的愤怒的红色逐渐演变为哀伤的紫色，整体上呈现的是负面情绪，表示开心的绿色曲线很压抑。第一个情绪的高峰是安迪说到连车子的登记人都不是我的时候，愤怒值达到了 0.46。 第二个情绪的高峰是他说到我要的只是一件事，查清楚账目，愤怒值这个时候达到了 0.59。 而当他说对不起我的家人，感谢哥哥，以及连自己的爸妈都没有养到的时候，感觉他几近哽咽，连续几个情绪的高峰都变成了哀伤的紫色。现在让我们带着对于这些微表情的理解，重新看一次安迪的表达。这一次呢，要留意一下情绪曲线的变化，应该会有不同的感受。想跟大家讲的是，我收到一封信件。我经营中央级 YouTube 频道将近10年了，这一刻我才知道频道不属于我的，我有权看账目版，集结了我跟嘉宁的创意以及粉丝观众的应援，没想到最后连车子的登记人也不是我的，是谁的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没关系，如果账目都没有问题的话，车子就当我送给你们一家人吧，我送你心甘情愿。其实我的心情一直处于相当的内耗，我要的只是一件事，查清楚账目的真相。最后，其实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家人，自己省吃俭用，还要负担房租，连买一间房都是奢望。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亲哥哥，帮我补足了孝亲费。虽然我开启了自己的频道，开始了有微薄收入，但是我努力那么久，结果连我自己的爸妈都没有养到。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情绪圆环模型显示，情绪在圆环中的分布位置是低活跃加不愉悦的组合，这个是表示悲伤的情绪。这一点在情绪的 pie chart 跟 bar chart 当中也得到了证明。红色的愤怒占比 38% 和紫色的悲伤占比 36%， 共同组成了主导情绪。然后是深蓝色的恶心 11%， 绿色的开心很少很少。那这个情绪分析的结果与安迪老师应该有的正常的情绪反应，比如说对于爱情破裂的悲，以及对于被欺骗的怒，
还有对于前女友一家恶劣作为压抑不住的恶心等等情绪是相当吻合的。接下来我们看看安迪老师的第二个视频。提出公司财务清算了没？我还不断说服我的家人要信任你们一家人。我还因为这件事情跟我家人大吵一架，气到我妈破口大骂说我是不孝子。我无缘的岳母啊，在社会上以和为贵是你告诉我的，但是非对错你总要分清楚吧，要对你们一家人充满感谢。我没办法跟大家说很精确的数字，毕竟我连公司实际财务报表我都没看过，但是我能说的是，一个100万 YouTuber 一年平均赚到8位数也算合理吧，但总不可能一个月只发我5万多的薪水和微薄的年终奖金就想打发我吧。现在被你们全家一脚踢开，没有了钱，也没有经营10年的频道，商标也老早被注册走了。我现在只想争取我辛苦赚来的钱就好，因为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不想失去我对人性的信赖。最后我要强调，以上我说的都是有凭有据，我只希望好聚好散，大家解释清楚。我们可以看到情绪曲线图整体显示，安迪老师的主导情绪都是哀伤的紫色，表示开心的绿色曲线几乎看不到。第一个情绪的高峰是安迪说因为过于相信前女友一家，惹到妈妈生气，说自己是不孝子。那接下来连续几个情绪的高峰都是说到被剥夺了自己本应该获得的合法的合理的收益，而且不想失去对于人性的依赖。说实话，做这个视频的时候，我本人根本不了解安迪老师这个网红。如果我们单纯从表情分析的结果来看的话，感觉这是一个真诚的年轻人，因为他被人骗钱这么惨，那如果他讲的话是真的话，这里情绪的顶峰竟然不是愤怒，而是哀伤，是对人性的失望。我不知道这对情侣他们是什么原因分手，如果是被前女友抛弃的话，我觉得他前女友挺蠢的，千金难买一片赤诚，何况安迪本身还有赚钱的能力。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情绪圆环显示，情绪数据点在圆环中的分布位置主要是低活跃加不愉悦的组合，这一个是悲伤的表示。这一点在饼图和柱状图当中也得到了证明。悲伤的紫色占比 50%， 这是绝对的主导，其次是红色的愤怒和橘色的惊讶，绿色的开心同样很少。那这个情绪分析的结果再一次与安迪老师口头表达的内容以及基于这个表达的内容应该有的正常情绪反应是相当吻合的。接下来我们把之前做过的另一个真实案例的表情分析图与安迪老师的分析结果放在一块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一些显著的差异。第一个是表情曲线图，安迪老师整体上没有什么明显的表示开心的绿色曲线，但另一个案例当中，绿色的曲线在视频的后半部分比较密集的出现了，甚至一度表现的比较强烈。那第二个是情绪圆环，安迪老师的情绪点都分布在不愉悦以及不活跃的象限，表示的是悲伤主导的情绪，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了。而另外一个案例当中，被测试的对象在测试的后半段，其情绪转向了愉悦和活跃的象限，代表的是明显开心的情绪。所以整体而言，这些表情的数据让我相信安迪老师在这个视频当中是真诚的。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微表情会暴露出他无法掩饰的真实感受，让我们得以窥视他内心真实的想法。表情分析虽然不是测谎，但其提供的客观的信息已经足以让我们第一时间就可以对事件真相掌握个七七八八。对于吃瓜群众来说，就没有那么容易被人带节奏，被人煽动，被人牵着鼻子走了。接下来让我们拭目以待，等 Andy 前女友方面以视频来回应这些指控的时候，我就可以继续做表情分析，来帮大家探究事情的真相。请记得订阅艾森的频道，才不会错过后续的精彩。那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表情和情绪分析不是测谎，不是学术研究，
不能用于法律的用途，仅供大家参考和娱乐。如果艾森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的话，请记得点赞并分享这个视频给您的朋友。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